2026年5月26日，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4国外长在新德里宣布，将在斐济合作建设一个港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冠冕堂皇地表示，这是为了应对太平洋岛屿港口吞吐能力不足，展示 QUAD 的高质量基建能力。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附和说，太平洋岛国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道主义援建项目，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就被官方叙事带偏了。这不是普通的经济援助，这是 QUAD 从清谈馆变成行动平台的第一块试金石。问题来了，太平洋上有那么多岛国，为什么偏偏选斐济？当你看到美日印澳4个大国突然开始关心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的港口翻修时，在亚太地缘政治的棋盘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慷慨，他们盯上的是未来太平洋潜在冲突中的核心后勤补给线。真正能卡住咽喉的是深水港、海底电缆和雷达站。斐济这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岛国，正好卡在美澳航线的正中间，是南太的绝对心脏。今天我们将从工程与战略的双重维度进行解析。 QUAD 在斐济砸下重金修港口，究竟是为了填补怎样的关键基础设施缺口？这套打着全球经济共建旗号的动作背后，又隐藏着哪张针对大国竞争的底牌？要看懂斐济港口今天的战略溢价，我们必须先看透 QUAD 自身的生存危机与对冲焦虑。原计划2025年在印度举行的 QUAD 首脑峰会，曾因美印关税争端等分歧被迫取消，外界一度质疑 QUAD 是否已经名存实亡。因此，这次新德里会议是 QUAD 重振旗鼓的重生之战，而他们选择在这个时机，也就是特朗普访华之后不久宣布斐济项目，说明4国在对冲中国影响力这个大方向上利益高度一致。过去10年，中国已成为斐济最大的经济伙伴和基建投资者。2022年所罗门群岛与亚洲大国签署的安全协议，更是让华盛顿和堪培拉陷入了地缘恐慌。长期以来，南太平洋一直被美澳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后院，但傲慢的代价是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当竞争对手带着充足的资金和成建制的工程团队来到这里时， QUAD 猛然发现自己正在被边缘化。虽然 QUAD 外长声明没有直接点名，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那句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已经点透了玄机。 QUAD 现在在斐济的基建布局，本质上就是把斐济视为在南太平洋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核心棋子。如果不把钱砸在水泥和钢筋上，他们就会输掉整个南太的战略纵深。当我们用工程标准和国家安全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港口时，你会发现它隐藏着2道极具攻击性的暗门。第一道暗门是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你可能觉得奇怪，修港口怎么跟矿产扯上关系？答案藏在 QUAD 同时宣布的另一项高达20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框架中。日本等国早就尝过供应链被卡的滋味，而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今天，拥有丰富关键矿产储量的南太平洋成了必争之地。港口恰恰是矿产出口的咽喉。斐济港口项目实质上是打通关键矿产贸易通道的前置条件。 QUAD 的算盘是，与其让中国控制矿产从开采到运输的全链条，不如自己先抢占物流枢纽。第二道暗门是海上监视的前哨站。卢比奥在记者会上透露，4国将合力整合海上监视能力，并为海上商业交通提供完整的实时信息。黄英贤也强调维护航行自由。这些听起来像技术合作的措辞，在地缘政治语境下极具针对性。南太平洋是广阔的海上监视盲区，斐济港口一旦配备现代化的监视设施，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天然的海上态势感知节点。所有进出南太平洋的中国渔船、科考船甚至军舰的动向，都会化作实时数据流
直接汇入美澳的情报中心，既能保障矿产掠夺，又能监控大国舰队。这种将民用基建武装到牙齿的军民两用陷阱，才是Quad自掏腰包的真正目的。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认为这种隐秘的情报港口是不是比前线游弋的航母更具实质威慑力？长期以来，Quad 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质疑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当竞争对手的工程队已经把跨海大桥修到岛国首都时，华盛顿和堪培拉的政客们往往还在开会。正如卢比奥所强调的， Quad 必须开始展示真正的成果和成就。斐济港口项目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Quad 终于决定下场打一场真实的基建战，向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提供中国方案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了打破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美日印澳通过复杂的联合融资机制试图分摊高昂的建设成本。日本提供工程技术与低息贷款，澳大利亚利用其在南太的传统地缘影响力负责项目落地，美国则在背后提供战略背书与情报共享协议。这种模式的本质是用多边金融工具对抗单一国家的高效产能输出。然而现实往往是骨感的，太平洋岛国的基建成本极高，本地供应链极度脆弱。Quad 虽然拿出了真金白银，但其繁琐的跨国审批流程和苛刻标准往往导致项目推进异常缓慢。对于斐济政府而言，他们其实并不关心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只关心谁能最快把港口修好，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本地就业和全球贸易红利。因此，斐济正在极其聪明地利用这种大国焦虑，在Quad和竞争对手之间玩一场高难度的对冲游戏，以获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小国生存智慧在当前的亚太格局中显得尤为典型。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关于航道疏浚的基建项目，但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地图上，斐济港口就像一只蝴蝶，在太平洋扇动翅膀，却可能在南海、马六甲乃至台海引发风暴。对全球航运枢纽新加坡而言，这个项目的影响尤为深远。新加坡的生命线极度依赖马六甲海峡，如果 Quad 在太平洋岛国建立起备用的港口和监视网络，意味着新加坡在太平洋方向有了至关重要的备选节点。事实上，新加坡已经在与斐济加强能源安全合作。Quad 建港口，新加坡提供燃料技术，两者形成了巧妙的互补。这正是新加坡地缘战略的精妙之处，在 Quad 与太平洋岛国之间扮演桥梁，既不盲目选边站，又与所有势力保持良好关系，做那根连接所有人但不属于任何人的线，是小红点的生存智慧，也给风暴眼中的斐济上了生动的一课。当超级大国们带着图纸和资金蜂拥而至时，小国很难拒绝，但这馈赠背后的标价可能是将其彻底绑上地缘冲突的战车。你认为斐济能像新加坡一样，在这种高压博弈中保持真正的中立吗？还是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理性判断。如果你想看透更多亚太与全球地缘政治背后的逻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见。